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新潮文頻道。今日我哋就要講近日敘利亞嘅總統就嚟到我哋中國作出訪華之旅嘅。為咗避免敘利亞總統喺訪華行程期間遭受到老美嘅黑手，所以中國亦都高調咁樣嚟到喺國際間出面嚟到去保障敘利亞總統夫婦嘅平安嘅。原因好簡單，因為敘利亞總統夫婦同樣都係放喺美國嘅制裁名單入面嘅。除咗中國出面保障佢哋嘅安全之外作為長年被美國針對嘅國家，敘利亞今次嘅訪華之旅同樣都帶回咗相當重要嘅嘢嚟到翻到佢哋自己嘅國內。究竟呢一個長期被戰火而搞到滿目瘡痍嘅國家，佢哋嘅總統嚟到我哋中國，究竟發生咗啲咩事？點解佢哋嘅訪華行程竟然會成為咗我哋全中國嘅熱搜新聞呢？當中發生咗啲咩感人嘅一面呢？轉頭翻嚟，我哋就會為到呢件事情一一去到詳細報導。跟住落嚟，我哋就講下呢個11黃金週有新聞報導咗一啲資料出嚟嘅時候呢，就顯示到入境過嚟我哋香港玩嘅人次似乎就不似預期喎，仲話到係咪我哋東方之珠唔再璀璨呢？另外就闊別咗5年嘅國慶煙花匯演，又再次喺我哋維港嘅上空去到綻放喎。咁一時之間，我哋全香港嗰個國慶嘅氣氛都喺夜晚嘅時候呢，達到咗呢幾年嚟嘅史無前例嘅高潮。咁我就喺度諗啦，放煙花同埋呢個國慶嘅黃金週，再加上政府早前講嘅夜繽紛，如果呢3樣嘢我哋嚟緊每年都夾埋一齊搞，係絕對有條件摸定嗰粒瀨尿牛丸㗎。點解咁講呢？轉頭翻嚟同大家一齊拆解下。喺節目開始之前做少少呼籲先，喺12月21號至1月2號嘅就會有我哋嘅新潮文雲南之旅嘅。今次呢，我哋就嚟到玩13日，行程內容都由到我格仔親自設計，係有別於出面嘅旅行團嘅。想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嘅朋友就可以 WhatsApp 過去+85268287447嚟到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同埋報名嘅安排。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查詢行程嘅詳情以及係報名嘅事宜嘅。而另外，我亦都會喺今集嘅節目尾段嚟到做一個20多分鐘嘅今次旅程嘅詳細介紹嘅。想知道嘅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去呢條片裏面最後嘅20多分鐘嚟到了解一下今次由我親自設計嘅呢個團裏面嘅詳情。了解一下今次嘅雲南之旅係一次養生之旅嚟嘅，就特別適合一啲年紀比較大嘅朋友。想知嘅記得睇埋最後嘅20多分鐘影片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文3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跟住落嚟就要講下中國出面保障敘利亞總統嘅平安。為咗防止敘利亞總統訪華期間整個行程裏面提防美國嘅黑手今次嘅旅程可以話到係花盡心思，而當中除咗中國做到全程保障盡顯一個大國嘅風範之餘，中國以及係敘利亞兩國之間雙方嘅見面其實都為到大家帶嚟唔少嘅嘢。尤其係敘利亞今次嘅訪華行程亦都同樣為到呢個戰後重生嘅國家帶嚟相當重要嘅嘢，拎翻去自己國內。嗱，講到敘利亞，大家應該唔會陌生噶啦。雖然從我哋嘅一般認知裏面，一聽到敘利亞呢3個字，當然只係會諗起戰爭以及係流離失所嘅人。咁實情又係咪真係咁樣呢？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今次嘅訪華行程，其實亦都為到我哋對呢個神秘國度多咗好多嘅認識。今次敘利亞總統嘅訪華之旅，亦都爆冷地成為咗我哋全國熱爆、受到多方關注嘅新聞。咁以下落嚟就等我哋慢慢講下呢一個我哋既熟悉又陌生嘅國度嚟到我哋中國嘅時間所引發嘅一連串效應。嗱，其實今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佢出訪到我哋中國牌面上嘅目的呢，就係要嚟到出席我哋喺杭州正在舉行嘅亞運會嘅，佢係嚟到參加我哋嘅亞運會開幕式嘅。而喺出席杭州亞運開幕式之餘，佢亦都對我哋中國進行咗正式嘅訪問，就係一個行程裡面完成2個目的嘅。其實我哋以正常嘅角度睇，
一國嘅總統嚟到我哋中國作出訪問，並唔係啲咩難事啊！但係唔好忘記，敘利亞呢一個國家係相當之特別嘅。今次我哋中國就出動咗好多嘅心思嚟到保障巴沙爾嘅安全，防止美國下黑手嘅。中國高調咁樣去到保障巴沙爾嘅安全，其實就係要同國際，尤其係嗰啲揦渣國家嚟到去宣布，巴沙爾係我哋嘅客人，係我哋嘅貴賓嚟嘅。宣布到呢個消息之後，就睇下你哋邊個夠膽喐手。關於敘利亞總統訪問中國，好多人都喺度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不斷咁樣嚟到施加政治壓力俾我哋中國。當然啦，其實呢件事本身嚟講係冇問題嘅。巴沙爾自己都非常之想嚟到我哋中國參加我哋嘅亞運會開幕式嘅。但問題就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本人，包括埋佢嘅太太，都係實的咁樣係正在被美國加喺制裁名單上嘅人物。而且敘利亞現在嘅情況都依然係處於一個內戰嘅階段。咁樣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一旦要決定離開佢自己嘅本國，離開一個佢熟悉比較安全嘅環境，其實對於佢嚟講呢係相當之危險嘅。呢個時間美國極有可能會對佢落手嘅，咁到時就非常之麻煩啦。大家唔好忘記，老美絕對係一個乜都做得出嘅國家，所以巴沙爾一旦離開敘利亞，佢嘅風險係會非常之大，老美隨時都可能會喐手嘅。咁點算呢？究竟巴沙爾係點樣平安嚟到我哋中國嘅呢？關於呢件事情，要保障到佢嘅安全，其實就係頭先我所講到，中國運用自己大國影響力嘅時間嚟到去解決呢件事情。我哋為咗保障巴沙爾嘅安全，真係可以話到係費煞思量，絞盡腦汁嘅。首先，為咗達到震懾嘅作用，我哋特登安排咗一架印有大大隻中國國旗、中國標誌嘅中國航空飛機嚟到去專登從敘利亞直接包機咁去接送呢一位敘利亞總統嘅。今次我哋專門飛到過去嘅呢一班包機咧，航空編號就係 CA-67。而除咗專登派一架專機去接佢之外，更加考功夫嘅就係我哋點樣嚟到喺飛行路線上面去作出選擇。要由到遠方嘅敘利亞過到嚟我哋中國，從敘利亞嘅首都大馬士革到去到我哋中國舉行亞運會開幕式嘅杭州，直線距離咧有成7672公里嘅。呢一個係一個直線距離嘅計算，但係由於我哋要避開一啲不確定性嘅因素，尤其係要避開嗰啲喺航線上會經過嘅嗰一啲不確定因素嘅國家，所以咧我哋特登揀咗一條最安全嘅航線。從途中我哋可以見到呢個我哋自家製嘅航線圖都相當迂迴下。飛機首先從中國直飛去到敘利亞，接咗敘利亞總統上機之後，就由起點敘利亞第一站就先去到鄰國約旦嘅，然之後再往南行，途經呢一個沙地阿拉伯，然之後再飛到去隔離嘅阿聯酋，再往北上就去到我哋嘅鄰國巴基斯坦。呢個時候咁就掂晒啦。當飛機去到巴基斯坦嘅時間基本上呢就已經確保咗佢嘅大概安全噶啦。但係都以防當中美國佬會從中玩嘢，所以飛機都係要飛到入我哋中國新疆地區之後，先至叫做安全嘅。然之後咧就由中國新疆地區直飛到終點站杭州。我哋可以見到呢個路線圖所經過嘅沿路國家，都係一啲中國嘅友好國家嚟嘅。咁樣由敘利亞向南打咗個大圈，其實亦都睇得出飛機咧都盡量係避免飛到去一啲美國佬有可能玩嘢嘅地方，例如要經過伊拉克咁樣。咁同埋我哋可以從呢個航線好明顯咁睇得出，飛機係要盡快爭取進入中國航空管制嘅範圍入面嘅，就取道巴基斯坦盡快進入中國嘅新疆地區。此舉亦都可以證明咗盡快飛入中國境內就係最安全嘅做法。雖然有消息就指到今次敘利亞總統喺去中國嘅嗰一程飛機，以及係翻去敘利亞嘅嗰一程飛機，其實暗中咧都係由4個國家嚟到去保護嘅。呢啲國家分別就係有俄羅斯嘅參與、伊朗嘅參與、巴基斯坦嘅參與，
以及係中國自己本身嘅參與。嗱，雖然呢啲消息未知真定假啦，係咪真係有四國聯合保護啦？但係有一點肯定嘅就係，為咗避免發生任何不必要嘅意外，除咗喺呢一條航線上面要採取住一個咁迂迴嘅走線方式之外啊，今次嘅呢趟飛機行一條咁長嘅航線，我哋其實都係冇安排到任何嘅中途站，而係全程連續飛11個鐘，直至到抵達中國為止嘅。所以為咗保障巴沙爾嘅安全，我哋真係做足功夫嘅。唔單止咁，喺飛機嘅選擇方面，我哋都花咗好大嘅心思嘅。嗱，今次飛到去嘅包機呢，除咗印有好似我之前講到印有中國嘅國旗標誌之外啊，嚟到宣示呢架就係我哋嘅飛機。除咗係咁樣之外呢，我哋仲特登用咗一架由到空中巴士生產嘅 A330 飛機嚟到作為今次完成接送敘利亞總統嘅任務嘅專機嘅。今次採用空中巴士嘅飛機係我哋專登嘅，我哋專登係用空中巴士飛機而唔用美國嘅波音飛機，都係為咗避免老美借機咁去揾啲藉口嚟到去搞事情而特登安排嘅。再加上如果用波音飛機嘅話，好有可能啊會搞出一啲我哋意想不到嘅問題，例如係嗰啲傳說中嘅遙距控制啊、開後門啊等等嘅呢啲動作，我哋都要盡量避免。所以我哋係特登唔用呢架波音，而改用呢個空中巴士嘅。咁當然啦，如果遲早到我哋嘅國產大型客機同到空中巴士 A330 同級嘅國產嘅 C929 飛機能夠順利誕生之後啊，喺日後當然用翻我哋嘅國產客機就為之首選啦。但係呢一刻 C929 仲未出世，所以呢一個都係一個折衷嘅選擇。呢個時間有人就會問，咁唔用波音改用空中巴士飛機係就係可能相對叫安全啲啊，但係又真係咁安全咩？嗱，喺呢個時間呢，我哋就唔能夠唔提法國咯。點解要提到法國啊？其實講到尾，空中巴士飛機呢都係一架以法國同德國為主嘅飛機嚟嘅，尤其以法國佔大股。提起法國呢個國家，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近排法國佢嘅態度、佢嘅表態都幾有意思嘅。今時今日嘅法國喺總統馬克龍嘅帶領底下，都算係一個比較明白而家世界上面係點樣嘅一回事嘅國家。所以法國喺呢件事情上面，你用到佢主力生產嘅飛機呢，佢係唔會同你搞出太大嘅事端嘅。佢自己亦都唔想搞咁多嘢。而且講起上嚟，敘利亞以前都係一個法國嘅殖民地，佢哋之間嘅關係去到今日都係非常之微妙嘅。就以我哋睇翻咁多年嚟，西方世界對住敘利亞極限制裁之際啊，法國嘅態度咧，其實係表現得同其他西方世界嘅嗰啲國家係唔同嘅，中間咧係有一定嘅微妙關係存在咗喺度，而只不過係法國唔夠膽大大聲講出嚟啫。如果大家有去過敘利亞，有去到嗰度旅過行嘅話咧，可能就會體會到敘利亞到處咧都係有法國式嘅建築嘅。咁當然都係講緊從前啦，而家好多嘅呢啲建築物，甚至乎係整個社會面都被破壞咗噶啦。就以佢哋嘅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咁計，大馬士革咧就係分咗新舊大馬士革兩個區嘅，可以見到當地嘅整個規劃，嗰度嘅建築其實都係充滿住法國式嘅建築嘅。所以法國作為一個夾喺西方與敘利亞之間嘅中間角色，對於敘利亞總統嚟到我哋中國作出訪問，就唔會似得其他國家咁多嘢講。佢同敘利亞之間咧係有住一個非常之微妙嘅關係同態度嘅。所以我哋用到法國生產為主嘅空中巴士，相對嚟講咧係一個安全同埋折衷嘅選擇，都係嚟自於呢一種嘅關係嘅啫。好啦，喺安保嘅場面上面，我哋中國就一手包辦得好成功，已經成功護送到身為美國頭號眼中釘嘅敘利亞總統夫婦嚟到我哋中國。其實亦都通過咗呢件事，中國亦都成功再一次咁向全世界證明到我哋自己對世界影響力嘅所在嘅。我哋以一個大國所應有嘅影響力嚟到促成一個被美國制裁嘅總統嚟到我哋中國作出訪華，顯得我哋係坐得住大局、壓得住場嘅。千祈唔好睇少呢點，令到一個被美國制裁嘅人士嚟到高調訪問自己本國，
其實亦都等同於擺到明就係同你老美作對咁嘅意思。咁好啦，而家敘利亞總統喺中國嘅出面底下成功到達，咁究竟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喺呢個訪華行程入面又帶咗啲咩重要嘅嘢翻到去自己嘅國內呢？今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嚟到我哋中國嘅行程，佢同佢自己嘅代表團都走訪同埋考察咗中國好多唔同嘅城市嘅，而當中嘅重點就係當巴沙爾嚟到我哋嘅首都北京之後，就同我哋中方嘅高層進行咗多次嘅會談。喺經過多輪嘅會談以後，中國同敘利亞兩個國家之間就正式由原來只有簡單嘅雙邊關係，就正式咁去升級，變成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可以話到啊，巴沙爾今次訪問中國，其實亦都實現咗敘利亞嘅兩個突破嘅。第一個突破就係今次係敘利亞喺外交上面走得最遠嘅一次，係史無前例地走得咁遠嘅。而第二個突破就係亦都刷新咗敘利亞總統喺國外停留時間最長嘅一次。喺呢兩個突破點上面，敘利亞就唔似好似從前咁樣啊，只會去到俄羅斯或者係去旁邊嘅嗰幾個阿拉伯國家咁簡單，而係通過今次訪問中國嘅呢個機會，通過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嘅呢個機會，通過參加杭州亞運會開幕式嘅呢個機會，而嚟到去正式開啟到佢哋本國自己重返國際舞台嘅第一步。呢個第一步，敘利亞所選擇嘅就係我哋中國。其實莫講話佢第一次走到咁遠啦，喺戰亂以後，連本身頭先我哋所提及到敘利亞只會去嘅嗰啲國家，例如係俄羅斯啊側邊嘅嗰啲阿拉伯國家，呢幾年都係冇去咁滯嘅。點知今次就一舉突破，去到7000公里開外嘅中國。其實從種種跡象嘅表示到中國同敘利亞之間關係嘅內涵並非係咁簡單嘅。頭先我哋就提及過，中國同敘利亞之間就由原本只係普通嘅雙邊關係，就正式升級成為戰略夥伴關係嘅。其實關於兩國之間關係嘅升級，巴沙爾自己就非常之緊張。原本巴沙爾喺杭州已經同中國傾過一次，嚟到去確立呢一個戰略夥伴關係嘅啦，而且仲立即發表埋聯合聲明，簽署咗一系列嘅雙邊合作文件。但係巴沙爾去到首都北京之後呢，又十分小心地再同中方傾多次，嚟到去雙重確認敘利亞真係同中國嘅關係之間升咗級。可能佢覺得北京係中國嘅首都，如果同當地中方嘅代表再傾多次嘅話，就會更加實在，更加有把握啦。所以我哋可以從中睇得出敘利亞總統究竟有幾咁緊張呢件事嘅。呢種情況都可以話到係以總統級數嚟講呢，係相當之少見嘅情況。敘利亞總統非常之重視呢一個升級嘅關係，佢希望中國同到敘利亞嘅合作係能夠盡快由呢個大方向嘅層面嚟到落實到一啲具體嘅項目上面嘅。佢顯得相當之心急，希望盡快有一啲實質嘅項目能夠去到同中國展開合作。嗱，其實今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嘅訪華，佢嘅重要性同埋戰略意義都係唔少得過之前同樣都係嚟到我哋中國訪華嘅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嘅。之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就嚟咗我哋中國7日，亦都係走訪咗好多個唔同嘅城市嘅。而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臨離開中國嘅時間，就有啲似今次敘利亞呢個 case 咁樣。委內瑞拉總統喺臨走之前，亦都成功升級同我哋中國之間嘅關係。委內瑞拉呢，其實而家已經係變到同我哋嘅鄰國巴基斯坦一樣，係中國嘅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噶啦，已經升級到咁樣噶啦。嗱，雖然委內瑞拉同敘利亞喺地理上、喺板塊上，大家咧都係處於一個唔同嘅政治板塊，屬於唔同嘅位置嘅，但係佢哋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委內瑞拉又好，敘利亞都好，呢兩個國家都係世界上面著名帶頭俾美國佬制裁嘅國家嚟嘅。如果要比起委內瑞拉同敘利亞嚟講，可能敘利亞俾美國佬搞嘅、俾美國制裁嘅情況仲更加要嚴重啲添，情況嚟得更加嚴峻。所以唔好睇敘利亞而家只係中國嘅一個普通戰略夥伴關係咁簡單，唔好睇敘利亞只不過係中國一眾嘅
戰略夥伴國就好似唔係好突出咁樣啊，以為呢啲國家都大把啦，當中嘅意義咧絕對唔係咁簡單嘅。我哋睇翻敘利亞對於我哋中國而言，佢係一個地處於中東嘅戰略要地嚟嘅。敘利亞亦都有個稱號，被稱之為阿拉伯世界嘅心臟地帶。如果唔係有咁重要嘅位置啊，又點會招嚟美國佬對佢下嘅黑手啊？所以即使敘利亞連連戰禍，憑住佢嘅地理位置同埋歷史底蘊，呢個阿拉伯世界嘅心臟地帶位置係唔會因為呢啲嘢而有所改變嘅。而家中國同埋敘利亞建立嘅戰略夥伴關係喺呢個嘅框架之上嚟到去加強合作，其實亦都係有助於我哋中國進一步咁樣去到為住參與中東嘅和平治理進程，為咗中東地區嘅和平穩定去到踏出堅實嘅一步嚟嘅。敘利亞對於我哋中國如果想喺中東嗰度搞和平嘅話，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前沿基地嚟嘅。嗱，咁當然啦，敘利亞自己本身亦都係中東不確定因素裡面嘅其中一個主要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實現到敘利亞嘅內戰係得以平息落嚟嘅話，其實我哋無形中咧亦都係幫助緊整個中東嘅和平進程發展嘅。所以今次中國同敘利亞之間嘅聯合聲明，亦都明確地提到，我哋中國係會全力支持敘利亞政府嚟到去採取措施，嚟到鞏固敘利亞自己國內嘅國家安全，以及係我哋中國係會支持敘利亞嚟到去維護以及係發展穩定嘅。同時，亦都講到明會撐敘利亞嚟到趕走喺佢國內嘅外部勢力。呢啲嘢咧，全部喺中國同敘利亞之間嘅聯合聲明裏面都寫得清清楚楚嘅。更進一步喺聯合聲明裏面就提到啊，中國係會全力支持敘利亞，將嗰啲會干涉敘利亞內政嘅嗰啲勢力嘅，以及係最緊要係乜啊？就係中國會全力支持敘利亞嚟到將嗰啲非法嘅軍事存在趕走，唔容許呢啲非法嘅軍事存在喺敘利亞嗰度出現。呢句說話咧就夠晒刺激啦。其實講緊嘅就係老美，亦即係美軍，佢哋係唔應該存在於敘利亞嘅境內嘅。今次嘅呢份聯合聲明，亦都有衝住美國而嚟嘅說話內容嘅。咁當然到最後呢一份中國與敘利亞之間嘅聯合聲明，亦都充分表明到雙方之間係會就住大家嘅核心戰略利益嘅方向嚟到互相支持，當中所包含到嘅，簡單啲講，就係會互撐對方，嚟到實現對方之間嚟到支持對方之間想發展同埋想做嘅事，就係整個戰略夥伴關係嘅核心要義啦。嗱，咁所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今次嚟到中國嘅收穫咧，都係唔少嘅，既有形式上嘅收穫，亦都有實質上嘅收穫。而對於敘利亞嚟講，呢個多年內戰而導致到民生凋零、頹垣敗瓦嘅國家嚟講你話就咁攞把口支持佢呢係唔夠嘅。例如敘利亞之前呢就已經重新獲得咗阿拉伯聯盟嘅成員身份，但畢竟佢嘅內外局勢呢依然係十分之嚴峻嘅。阿拉伯聯盟成員嘅呢個身份係不足以將佢國內嘅搗亂勢力，亦即係嗰啲西方勢力嚟到去趕走嘅。所以如果再加埋中國元素入去嘅話，最起碼敘利亞可以做到，佢唔係孤零零一個，佢係繼俄羅斯之後，仲有一個東方嘅大國撐緊佢嘅，而且呢個大國仲係世界第二大嘅經濟強國添。而且正如我哋頭先話齋，昔日中國喺中東地區咧，可以話到係毫無存在感嘅，但係而家已經完全唔同晒啦。隨住我哋嘅國力提升，我哋喺中東嘅存在感咧，亦都日漸顯著。去到呢一刻咧，已經呈住一個喺中東地區同美國分庭抗禮嘅趨勢噶啦。尤其係前一段時間，我哋促成咗中東兩大國家沙地阿拉伯同埋伊朗嘅復交，嚟到解開呢段千年恩怨，為到中東嘅和平找出出路。喺呢啲嘅事情上面，你當敘利亞盲嘅咩？佢哋都會睇到究竟邊個國家邊啲勢力係有心搞事，而邊啲國家又係真心去幫助佢哋，係靠得住嘅。畢竟人心肉做，敘利亞總統當然睇得清清楚楚啦。所以點解敘利亞佢第一時間會揾上我哋中國，亦都有依方面嘅考量嘅。其實敘利亞選擇親近我哋中國，加強合作關係，真係多多着數嘅。
除咗頭先我哋數過嘅嗰一啲因素以外，千祈唔好忘記喎，敘利亞拍住中國只係啱啱開始嘅啫。中國一定會幫助敘利亞嚟到重建翻屬於原本一個國家應有嘅外交版圖嘅。因為受到多年嘅制裁嘅關係，基本上咧敘利亞已經同其他嘅國家斷晒任何聯絡噶啦。而能夠有呢個能力同埋實力嚟到幫助敘利亞重建翻佢應有嘅外交版圖嘅國家咧，我相信呢個世界上面都只有中國先能夠幫到佢嘅啫。老大哥俄羅斯佢自己啊都自身難保，其餘嘅西方國家更加係唔會幫佢嘅。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敘利亞亦都能夠從中國嘅身上嚟到重建翻佢嘅外交板塊嘅。而另外一方面就更加緊要啦。頭先我哋講到敘利亞從中國身上所獲得嘅唔單止要係名目上嘅嘢、表面上嘅嘢咁簡單，亦都要攞翻一啲實的嘅嘢翻去噶嘛。呢一啲嘢係乜嘢啊？就係頭先我哋所提及到點解敘利亞總統咁緊張，要多次確立同中國嘅戰略夥伴關係？點解多次喺中國提到要由一啲雙方之間嘅大項，要由一啲雙方之間所落實到嘅大方向轉為實質項目啊？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佢哋而家所急需到嘅就係要嚟到重建敘利亞呢個國家，為咗整個長遠嘅重建計劃以及係未來發展打落重要嘅基礎嘅開始，所以敘利亞先會咁緊張。尤其係而家呢一刻處於嘅呢個起步階段，佢就係想打好同我哋中國之間嘅關係基礎，然之後再大規模去伸展到同我哋中國唔同領域嘅合作，嚟到幫助佢哋國家重建嘅。當然啦，敘利亞亦都好害怕有一啲外部嘅勢力會從中搞事，佢就最驚見到某一啲國家、某一啲嘅勢力係會令到中敘之間所簽訂嘅嘢咧都會化為烏有。所以敘利亞總統先咁緊張，去完杭州傾完一次簽晒約之後，又要去北京再傾多一次，再落實多一次雙方之間嘅全面戰略關係。其實呢一點咧都唔怪得佢嘅，佢都係因為自己國內嘅環境而迫使到佢有呢一方面嘅恐懼啫。不過放心啦，中國同敘利亞之間嘅關係咧喺未來只會水到渠成，唔會行翻轉頭噶啦。一旦我哋應承咗敘利亞方面嘅時間啊，我哋絕對唔會因為某一啲勢力嘅干擾底下而行翻轉頭嘅，呢一點可以絕對放心。嗱，而家敘利亞就成功將我哋同佢哋之間嘅關係嚟到去升級啦。而下一步，敘利亞最期待嘅重中之重呢，就係嚟緊中國同敘利亞所合作到嘅一帶一路倡議啦。自從上年年底開始啊，敘利亞咧就嚟到正式加入咗我哋嘅一帶一路計劃嘅。嗱，本身敘利亞總統咧就想留多喺中國幾日，點解啊？因為今年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就即將會展開噶啦，所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原本係諗住一雞三尾，既參加完杭州亞運嘅開幕典禮，再同中國確立完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之後咧，再上面參加埋中國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嘅。只可惜啊，我哋而家官方方面咧都未正式確認到啊，幾時會展開到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嘅。咁由於繼續咁等落去都唔係辦法，所以巴沙爾咧就決定先行回國先嘅。畢竟佢都係咁難得先出得嚟一次，佢當然係想一雞三尾啦。咁到時敘利亞究竟啊會喺我哋舉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嘅時候，會以啲咩形式嚟到去參加？其實都係一個亮點嚟嘅，因為畢竟唔單止敘利亞需要中國，其實中國亦都係需要敘利亞嘅。之前就係因為講到啦，敘利亞係阿拉伯世界嘅心臟地帶，佢對我哋擴展中東嘅影響力係有相當之重要、舉足輕重嘅作用嘅。而敘利亞方面亦都只有透過一帶一路，先至可以落實到由大方向去到具體方向，中敘之間合作嘅呢條路嘅。所以如果要搞得掂中國嘅企業嚟到幫助敘利亞喺國內重建嘅話呢，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係敘利亞一定唔可以放過嘅機會嚟噶。喺以往嚟講，敘利亞處於內戰嘅階段入面，敘利亞嘅老大哥俄羅斯就向到敘利亞方面咧提供咗大量嘅軍事支持嘅，亦都幫助到敘利亞嘅政府軍嚟到一路收復失地，去到對抗由西方世界所扶植嘅反政府軍嘅。喺俄羅斯嘅幫助底下，敘利亞政府方面咧都可以話到
已經維持到國內一定嘅政治穩定㗎啦，所以就可以話到啊，俄羅斯已經完成咗喺敘利亞嘅階段性任務㗎啦。更何況俄羅斯而家自己周身都唔得閒，好難再騰出其餘嘅空檔以及係軍力嚟到去支援呢個敘利亞嘅，所以呢一刻就係時候到中國發揮作用啦。今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嘅訪華之旅，亦都有呢一方面嘅意味嘅。軍事方面，佢可以繼續依靠俄羅斯，但係經濟重建以及係民生生活方面，喺未來所靠到嘅就一定係輪到中國呢方面發揮重要嘅角色嘅。巴沙爾今次都可以話嚟得十分之啱時候，即使佢唔能夠上面出席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都好啊。今次敘利亞總統嘅訪華之旅所帶回國嘅重要東西，真係可以話係多到數都數唔晒。呢一啲亦都係今次敘利亞重要嘅收穫嚟嘅。嗱，美國佬咧當年就喺自己嘅一手操控底下，就嚟到去假借民主啊、自由啊呢啲咁嘅旗號，其實只不過係為咗一己私利，想蠶食敘利亞呢個國家嘅豐富資源，而令到敘利亞現今咧都搞到係亂七八糟嘅。更加出名嘅就係令到敘利亞製造咗大量嘅難民問題。但係呢隻鑊咧，絕對唔需要美國佬孭嘅，同而家一樣喺俄烏事件上面所搞出嚟嘅難民問題，一切咧都係由歐洲去到孭呢個鑊。敘利亞亦都係一樣，我哋都經常喺新聞聽見，位於該國嘅難民咧，第一時間都係走去歐洲嘅。所以其實歷史只不過係不斷咁重演嘅啫。從前嘅敘利亞真係一個非常之靚嘅國家。無他嘅，因為佢坐落嘅位置真係相當之靚。佢坐落嘅就係喺地中海東岸嘅地方，係一個典型嘅地中海氣候國家，所以無論風景又好，氣候又好，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喺從前咁靚嘅地方，敘利亞人民嘅美麗家園，而家係變成點啊？都已經全部變晒廢墟啦。諷刺嘅就係西方世界而家就竟然咧仲喺度講啲風涼話，話到敘利亞雖然而家變成廢墟，變成乜都冇，但係佢換嚟最寶貴嘅東西都係值得嘅。呢樣嘢係乜嘢啊？就係話到敘利亞而家起碼有自由先啦，所以打爛所有嘅嘢都係值得嘅。呢啲究竟係一啲乜嘢嘅廢話呢？今次敘利亞嘅總統訪華之旅，又試勾起我哋呢一段嘅記憶。其實全世界有好多嘅嘢，有好多嘅罪惡，都係假借住嗰啲什麼自由啊、平等啊、平權啊等等嘅之名而搞出嚟嘅啫。講起嚟都非常之感慨。呢個亦都係點解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同佢嘅夫人嚟到我哋中國之行咁受關注嘅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喺佢嘅呢段訪華行程入面，有好多都由到鏡頭攝影真實嘅一幕嚟到感受到當中佢哋嘅無奈嘅。所以喺呢度呢，我哋就有必要講下敘利亞總統訪華嘅呢一啲細節同埋場面。當中嘅呢啲細節同埋場面呢，先至係導致到點解敘利亞總統嚟到我哋中國會成為咗一單喺內地咁爆嘅新聞。嗱，其實今次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嘅訪華，唔單止淨係帶同佢嘅夫人嚟到我哋中國㗎，而且佢仲係連同埋佢自己3個嘅細路，全家人一齊嚟到我哋中國嘅。由呢個嘅舉動，我哋就可以睇得見。喺巴沙爾嘅心目中咧，中國係一個值得信任、可靠嘅國家，否則嘅話咧係唔會全家出動嚟到我哋中國噶。雖然我哋早就已經聽過，敘利亞呢個國家因為長期嘅戰火關係，佢已經耗盡佢全部嘅財富，而作為敘利亞嘅總統巴沙爾，自然佢自己都係唔好過嘅。雖然呢啲情況我哋喺理性上面都係知道嘅，但係當巴沙爾身穿一身樸素嘅西裝，再加上佢腳上面所穿住嘅一對比較破舊嘅皮鞋，當佢以呢一身嘅造型真真正正出現喺我哋中國嘅面前嘅時候都令到無數嘅人見到呢個畫面，心裏面咧都感受到非常之心酸。為咗趕喺杭州亞運會開幕式之前抵達中國，巴沙爾一家人亦都從佢哋嘅衣櫃入面抄翻平時已經好少有着得出嚟得體嘅衫，滿懷信任同埋期待咁樣登上咗我國專門為咗專門迎接佢哋嘅專機。都唔好計敘利亞總統佢哋兩夫婦嗰啲仔啦，單計係總統夫妻2人，佢哋2個由於受到美國長期嘅制裁嘅關係，有人話佢哋都係近呢10年裏面
第一次出國嘅啫。既然有朋自遠方來，當然不亦樂乎啦。中國並冇因為敘利亞只係一個國土面積僅僅有18萬平方公里，而且已經被戰爭摧毀到滿目瘡痍嘅小國而嫌棄佢，而因此對佢冷眼相待。相反，我哋一早已經準備咗等候多時嘅三軍儀仗隊，以及係迎接嘅人群。喺迎接場面上面，我哋幾架插有敘利亞國旗嘅紅旗轎車上面，就不難發現到啊，中國對於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嘅到來係表現出最大嘅熱情，冇因為佢自身嘅問題而去睇唔起佢，甚至乎係唔歡迎佢嘅。我哋呢係盡顯咗我哋自己中國應有嘅大國風範。所有嘅呢一啲畫面一點一滴咁樣啊，嚟到去累積俾世人睇到，都係屬於感動嘅一幕嘅。唔單止係咁啊，喺杭州亞運會嘅開幕式上面，當嚟自於7000幾公里以外，但係只係得寥寥幾個人嘅敘利亞運動代表團出場嘅時候，全場都竟然係報以最熱烈嘅掌聲嚟到去歡迎。呢個亦都係將心比己，好明白到敘利亞人民感受嘅中國觀眾多次爆發熱烈嘅歡呼以及係掌聲嘅原因。但係呢一個舉動呢，就真係連敘利亞嘅運動員佢哋自己都諗唔到，竟然喺一個遙遠嘅東方國度自己搞成咁嘅身世，仲竟然係會有一個國家嘅人民係會視佢哋為貴賓嘅。關於呢一幕呢，敘利亞嘅總統夫人都為之動容，亦都立即咁樣拎出手機嚟到記錄呢一刻難得兼且感人嘅場面。我相信連佢自己都估唔到，呢個世界上面竟然仲有一個國家係唔會離棄佢哋，而且仲係一個堂堂正正嘅大國添。所以佢立即拎出手機記錄低呢一幕上嚟。另外仲有一件事呢，同樣都係令人相當之感動嘅，同其他國家嘅總統嚟到我哋中國訪問嘅時候唔太一樣。由於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一家抵達我哋中國第一日嘅時間，就並冇安排正式嘅兩國交流會議，咁所以咧，對於佢嚟講，訪華嘅第一天呢係會比較得閒嘅。但係佢冇好似其他國家嘅總統訪華時咁樣，通常如果嗰一刻冇乜嘢搞，而其他國家嘅總統嚟到杭州嘅時候呢，一般都會去遊覽西湖美景嘅。但係巴沙爾一家咧就唔同啦，佢哋冇去到遊覽西湖，反而佢就第一時間去到杭州嘅靈隱寺。點解要去嗰度呢？原來巴沙爾就聽聞嗰度祈福咧就相當之靈嘅，所以寧可信其有，就一於跑到過去杭州嘅靈隱寺嗰度，為到生活喺幾千公里以外嘅敘利亞居民嚟到去祈福嘅。嗱，雖然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着住一身比較簡樸嘅淺灰色西裝，睇起上嚟咧都十分之低調，但係畢竟一個嚟自於神秘國度敘利亞嘅總統嚟到中國，試問當地嘅人又點會冇好奇心呢？所以當巴沙爾一家嚟到靈隱寺嘅時間呢，就立即吸引咗大量當地嘅遊客呢，霎時之間就塞到寺裏面內外呢都塞到水泄不通嘅。呢個時間，巴沙爾夫婦見到咁多中國遊客咁熱情，就不斷咁樣向到在場圍觀嘅人揮手示意嘅，亦都好熱烈咁樣回應呢啲咁熱情嘅中國遊客。喺呢度咧，值得一提嘅就係敘利亞總統夫人不但止一啲架子都冇，仲周圍咁同當地嘅內地遊客咧嚟到熱烈咁握手，去到交流嘅。當遊客們都見到總統夫人係咁親切、係咁溫暖嘅時候，頓時咧都覺得雖然唔知眼前嘅呢一位金髮女士係邊一個，但係好感亦都相對於倍增。在場嘅遊客都好直接咁表露咗自己當下最主觀嘅感覺。大部分嘅遊客咧都讚呢位金髮女士敘利亞嘅總統夫人生得相當之靚。但係當總統夫人聽完呢啲讚美之詞之後，就毫不猶豫咁向到現場嘅遊客回應咁話：多謝你哋讚我靚，而你哋亦都有一個好靚嘅國家，就嚟到去咁樣回應遊客嘅讚美嘅。嗱，呢一幕咧同樣地都係熱爆喺內地嘅各國媒體嘅，因為從呢啲咁嘅細位就可以睇得出，經過長期交戰嘅敘利亞，而家大部分嘅地區都係一片廢墟。可能我哋經常都已經睇慣晒嘅市區景色，一啲公園等等嘅遊樂措施，可能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平淡無奇，睇落冇乜嘢嘅啫。但係
對於佢哋敘利亞人嚟講，短短回應嘅幾個字就可以透露出佢哋對中國人民嘅羨慕，亦都反映咗佢哋對自己國家頹垣敗瓦、一片廢墟嘅惋惜同埋心酸。當中真係有萬般嘅無奈，係只有佢哋先至能夠明白嘅。而當總統夫人繼續喺靈隱寺同現場嘅遊客嚟到去互動嘅時間呢，突然之間就有一位年紀比較大嘅阿姨喺聽完總統夫人讚到中國人有一個美麗國家嘅時間呢，呢位阿姨呢就彷彿聽得明當中敘利亞夫人佢自己心目中嘅難言之隱，就忍唔住呢用佢嘅雙手嚟到撫摸到總統夫人嘅雙臉嘅。嗱，雖然呢個舉動就可能引嚟部分網民睇唔明白，有啲人咧甚至乎認為你咁樣摸人塊面唔啱，係唔禮貌嘅表現。但係其實從畫面裏面，我哋可以睇得出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咧，只係一種出自於真心，就好似一位老人家去到安慰同埋表達對後輩嘅關懷。其實無形中咧，只係一種安慰嘅方式嚟嘅啫，因為佢自己都聽得出總統夫人羨慕中國人有一個美麗國家背後嘅嗰個含義係啲乜嘢，所以呢位阿姨咧先至嚟到去摸一摸佢塊面，其實等同係一個安慰嚟嘅啫。而呢一幕亦都喺呢一刻咧係瘋傳全中國嘅。當然啦，總統夫人亦都冇介意呢位阿姨嚟到摸佢嘅臉頰作出嘅呢個安慰嘅呢個動作。雖然可能雙方之間都唔明白大家喺度講緊啲乜嘢，但係嗰份真情咧都係能夠感受得到嘅，喺鏡頭亦都拍得好清楚。因此敘利亞總統兩夫婦嚟到我哋中國，真係有別於其他元首嚟到我哋中國作出訪華之旅嘅一啲畫面嘅。呢啲並不是好似啲人話齋做戲嘅啫，邊有咁好戲啊？反而我覺得嚟自於敘利亞人民心底裏面嘅痛，只有佢哋先至會明白。因此到佢哋訪華嘅時間，先至表現得咁特別，咁擊中到我哋嘅心靈嘅啫。早喺67年前，敘利亞其實已經係最早同我哋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嘅阿拉伯國家之一。中國同敘利亞一樣，同樣都係文明古國嚟嘅。我哋兩國嘅人民交往已經可以係追溯到絲綢之路嘅嗰個年代㗎啦。作為敘利亞第二大嘅貿易進口國，我哋中國亦都同樣面對住西方國家嘅某一啲制裁嘅。呢一點同敘利亞被非法單邊制裁係有住相同之處嘅，所以彼此之間亦都明白係點樣嘅一回事。正當全世界都放棄敘利亞嘅時間，我哋就喺舊年喺積極嘅推動底下咧，就成功令到敘利亞加入一帶一路嘅大家庭。而喺敘利亞佢自己危機爆發以嚟咧，我哋國家亦都多次向敘利亞伸出援手，唔單止提供咗大量嘅車輛、糧食、苗苗、醫療設備等等，仲親自為敘利亞培育咗大量當地嘅唔同領域嘅人才。最厲害嘅就係今年2月份，當敘利亞發生強烈地震之後，中國嘅帳篷、藥物、糧食等等嘅抗災救援設備以及係物資咧，更加係第一時間抵達敘利亞嘅。中國亦都特登呼籲當地嘅華僑以及係企業，如果有能力嘅話，應該積極參與當地嘅賑災。如此傾囊相授，都唔難睇得出中國始終同敘利亞都係走在一齊，都不難睇得出中國始終都係撐敘利亞嚟到重新建立翻佢自己原本美好嘅家園嘅。畢竟人心肉做，究竟邊個係喺中東搞事，唯恐天下不亂？邊個先係真正為中東帶嚟應有嘅和平？敘利亞嘅總統佢係相當之清楚嘅。喺巴沙爾夫婦訪華之後嘅幾日裏面嘅行程，就接受咗多個我國媒體嘅專訪嘅。其中一幕就係當巴沙爾夫婦被主持人問到點樣睇中國以及係對中國人民嘅印象嘅時候，夫婦二人都異口同聲不斷對中國講晒佢哋一生都學過嘅讚美之詞，而畫面上都睇得出佢哋唔係刻意喺度做緊戲嘅，佢哋嘅表情同埋眼神係呃唔到人嘅，一切都係嚟自於真心嘅讚美。而當佢哋結束咗呢個為期6日嘅訪華之旅，臨走之前嘅嗰一刻，巴沙爾夫婦咧仲特登錄咗一段視頻，就表示到好多謝中國為佢哋安排到今次嘅旅程。佢哋呢一刻咧要同中國講聲再見啦。雖然呢段視頻只不過係短短幾個字啫，亦都彰顯咗佢哋對中國人民嘅感激之情，
同樣地啊，佢哋都係喺回國嘅路上嚟到乘搭我哋嘅國航，飛翻差唔多嘅路線，經歷11個鐘頭唔停飛之後呢，就翻到去敘利亞啦。除咗今次嘅旅程收穫甚豐之外，我亦都喺度希望佢哋呢再次能夠踏上我哋中華嘅大地，嚟到去參與我哋嘅一帶一路高峰會，嚟到參與我哋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早日喺我哋國家嘅幫助底下，能夠幫佢哋重建翻原本美好嘅家園，早日實現到真正嘅和平穩定，趕走晒佢國內裏面好似美軍啊等等嘅呢啲搞事勢力。所以就正如我之前直播話齋，好似敘利亞嘅呢啲國家，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喺過往呢10幾20年所聽見西方媒體所形容到嘅係一個極權咁得人驚嘅國家呢？定還是係呢啲西方媒體係有心導向我哋嚟到對敘利亞呢個國家有一個咁樣嘅初步印象，因此令到佢哋出師有名呢？呢一點絕對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好彩嘅就係如今互聯網嘅世界興起，好多嘢咧都再唔係一言堂，想揞都揞唔住噶啦。所以同樣地，作為俾世界上多一個選擇，中國嘅崛起就係令到全世界多一個有別於傳統西方勢力嘅選擇，而敘利亞就揀咗我哋中國啦。跟住我哋就講下喺呢個11嘅黃金週，有數據就顯示到咧，旅行團入嚟我哋香港玩嘅數字就不似預期嘅。因為繼黃金週嘅首日，淨係嗰個單日入境我哋香港嘅人次都只係得32萬多啲嘅啫。旅行團就非常之慘淡，尤其係內地嘅同胞過嚟。咁大家知道啦，我哋香港呢，明面上就係一個國際化嘅旅遊城市，但係如果呢一個國際化嘅旅遊城市係冇咗內地遊客嘅支持嘅話呢，相信我哋香港大部分嘅零售業通通都要執笠噶啦。而今年嘅國慶黃金週，除咗係嗰啲旅行團嘅數字係大幅減少，喺出入境數字上面仲出現逆差喎。嗱，貿易逆差大家聽得多啦，出入境逆差，以往我哋係冇乜點聽過嘅。咁頭先講咗入境嚟我哋香港嘅數字呢，有32萬多啲嘅，咁離開我哋香港出境嘅數字有幾多呢？係足足有超過50萬嘅，哇！即係差唔多17、8萬嘅逆差。咁有乜辦法呢個11黃金週唔銷情慘淡啊？其實今次嘅11黃金週之所以係內地遊客咁少呢，亦都唔係話冇原因嘅。因為今次嘅11黃金週實在同呢個中秋節呢就相差太近啦，咁所以內地嘅假期呢就夾埋一齊放。咁啊，中國人嘅傳統就好看重團圓2個字嘅，而內地大部分嘅大城市，佢哋主要嘅勞動人口構成呢都係由外地人嚟到構成嘅，即是話我哋全中國都有一個打工現象。就係好多人離鄉別井去到其他城市打工，咁過呢啲大時大節，當大家有假期嘅時候，當然就係上返老家陪下自己嘅親人，嚟到開個月餅食下，賞下月咁樣啦。咁就自然去外地玩嘅嗰個心情呢就少咗噶啦。好似近年喺內地遊客過嚟我哋香港玩當中，嗰啲即日走嘅呢，就比起過夜客係多咗好多嘅。其實咧都有一個原因造成嘅，就係而家個交通實在太方便啦。大家諗下，喺廣東省好多嘅城市都有高鐵嚟到我哋香港嘅西九龍站，即日來回不是夢嚟㗎。咁所以嚟到我哋香港買完嘢咯，又咁巧嗰個西九龍站就喺個廣東道附近，咁喺高鐵站出咗去，花4-5個鐘行個尖沙咀，買晒啲戰利品，搭翻高鐵走。又或者就算唔係搭高鐵返老家嚟計啊，佢哋寧願喺深圳停留，都唔寧願喺香港停留噶啦。因為近年深圳嘅配套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大商場一間接住一間咁樣開，每一個大型商場、大型商圈，講緊嘅裏面消費啊、飲食啊、購物啊，一應俱全，應有盡有。咁講到嚟呢度，可能有朋友就話：哇，阿大眼，你咁樣講，好似講到我哋香港呢，好冇希望咁樣喎。咁又未必，大家睇下，我哋闊別咗5年嘅國慶煙花匯演。嗱，雖然呢，我本人就冇逼到去海邊去睇呢個煙花，但係從啲朋友嘅朋友圈啊、社交媒體啊，甚至係報紙啊，或者係網絡上面，我哋係見到有唔少人去咗睇煙花，而且呢，將嗰啲煙花嘅相鋪上自己嘅社交媒體嚟到分享呢一份嘅喜悅嘅。咁有啲可能真係純粹係為咗個煙花而去，
未必就係完全想感受下個國慶嘅意義嘅，但係都足夠啊，係逼爆咗維港兩岸嘅海邊位噶啦。因為畢竟幾年都冇放過煙花，今年復辦，而且呢係病情之後第一場嘅煙花，咁所以今次11黃金週，我哋香港最成功嘅地方喺邊度呢？就係嗰場國慶煙花，令到整個社會不分顏色，再次露出呢歡樂嘅笑容噶啦。咁就令我聯想到嗱，如果嚟緊我哋香港每年嘅國慶節，都有可能因為我哋嘅競爭力降低而擔心內地嘅遊客係少嚟咗我哋香港嘅話，咁我哋係要諗一啲嘢嚟到再次令佢哋中意嚟我哋香港至得嘅。咁諗呢啲嘢一定要諗啲堅力出嚟啦，因為而家畢竟內地同我哋香港嘅距離越拉就越近，連購物呢一個優勢我哋都逐漸失去嘅時候，我哋還有什麼？咁好啦，以後點樣搞旺個黃金週呢？嗱，我哋11又放煙花，嗱，煙花呢就只不過係一剎那嘅啫。俗語都有話啦，一剎那光輝呢就並不是永恆嘅。呢句說話蔡楓華教嘅，但係我哋可以延長呢一個光輝喎。哇，咁咪要放好多煙花？有朋友可能會問，咁又未必。唔知在座各位聽緊我哋新潮文嘅朋友，有冇人係住喺呢個澳洲嘅雪梨嘅呢？每一年雪梨都一個活動。嗰個活動呢，就利用晒成個雪梨嗰個港口啊、海岸啊咁樣嘅，就叫做 Vivid Sydney。呢一個 Vivid Sydney 呢，佢唔係放煙花，雖然雪梨嘅跨年煙花亦都好出名、好奪目，但係呢個 Vivid Sydney 呢，我哋將佢中文呢可以變成繽紛雪梨。咁香港政府而家話要搞夜繽紛啊嘛，咁就啱啦。11黃金週放煙花、夜繽紛三樣嘢加埋一齊，一定勁過周星馳嗰粒瀨尿牛丸嘅。嚟緊嘅黃金週，嚟緊下一年嘅國慶，我哋應該好好咁樣利用我哋香港維多利亞港水深廣闊，兩邊都有海岸嘅優勢，加上我哋香港咁多建築物，不嬲我哋個夜景呢，全世界都係數一數二嘅。嗱，呢啲唔係我哋自己驕傲，係講事實。無論大家去過世界上面任何一個地方嘅夜景，你都未必會見到好似我哋香港維港嘅嗰種璀璨嘅。咁所以如果將呢個 Vivid Sydney 繽紛雪梨嘅呢個概念擺落我哋維港嘅話，以後每年嘅黃金週喺呢一度搞一個光影節，將啲好靚嘅光影投射落嚟我哋維港兩旁一啲建築物嗰度，例如好似太空館啊、科學館啊、鐘樓啊或者會展啊，呢啲全部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建築物嚟嘅。咁我哋維港兩旁有特色嘅建築物呢，就非常之多，所以我哋香港搞呢個光影節呢，未必輸蝕得過雪梨嘅。同埋我哋搞呢個光影節，我哋可以慳翻啲煙花錢。放煙花唔平嘅，放煙花仲要封咗個維港，因為放煙花好危險噶嘛，有花火噶嘛，要爆出嚟噶嘛。但係光影就唔同啦，光影只不過用電啫，起碼唔使封咗個維港先啦，亦都可以趁搞光影節嘅時候搞一啲維港遊添，仲可以大大增加坐渡輪嘅人數啊！真係油麻地渡輪都要多謝翻香港政府啊！到時同時間仲有一個好處，就煙花呢都係放一晚，仲要唔會放足1個鐘咁耐噶嘛，一陣就冇啦。但係光影節可以係每晚都上演，整個黃金週每日可能黃金時間7點幾到9點幾啊，或者7點幾到10點幾咁樣啦。整個黃金週每一日都有呢個繽紛維港嘅時候，我哋又可以從呢個光影投射嘅影像裏面去加入我哋愛國嘅元素，因為畢竟我哋都係慶祝緊國慶啊嘛。一嚟又有歷史教育意義，二嚟又可以延長呢個繽紛嘅時段，三嚟仲要好環保添。咁我哋香港亦都有一個獨特嘅優勢。講到國慶節嘅話，我哋香港同其他內地嘅城市呢，唔同之處就係我哋係特別行政區。雖然澳門都係，但係無可置疑嘅就係我哋香港喺特區上面嘅地位呢。呢度亦都唔係話有心要同澳門去到比，大家嘅角色唔同。咁所以我哋咁獨特嘅歷史背景嘅話，選擇嚟我哋香港去歡度國慶，咁我哋搞嘅呢個繽紛維港，仲可以俾到國內嘅同胞睇到啊！我哋昔日嘅殖民地，如今重回母親嘅懷抱嘅時候，我哋冇因為兩地嘅距離拉近咗而黯然失色，反而可以發揮到我哋自身嘅優勢，透過啲咁歡樂嘅活動，去為到全港市民上一課公民教育課。再講長遠啲啊，除咗公民教育課之外，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呢維港咪搞一啲兩岸演唱會嘅？
即係維港兩岸啊，唔係我哋內地同埋呢個台灣嗰個兩岸啊。咁喺維港兩岸旁邊都會聽到好似阿姐倫啊嗰啲歌嘅。其實用翻同一個概念，我哋下次嘅10月1號亦都可以喺維港搞升國旗儀式，唱國歌，全個維港兩岸大家所有人一齊唱國歌，全民去到唱，配合埋繽紛維港。因為北京呢，每年嘅國慶就會有好多人去到天安門嗰度睇升旗禮，冇辦法嘅，北京係首都，佢嗰個升旗禮呢一定係好睇嘅。但係我哋作為特區，我哋用別出心裁嘅方法整個夜晚升旗呢。講緊嘅呢個升旗就唔係傳統嘅升旗啊！大家唔知道大家早2日有冇去到觀塘嗰度？觀塘海旁呢就可以睇到一個表演，呢一個呢就係我哋香港首次有大量嘅無人機喺維港嘅上空作表演嘅。咁當中無人機就會堆砌出好多嘅圖案，又有守城啊，又有我哋撐警啊。其實將呢個概念擺埋落去，我哋10月1號我哋就可以利用呢啲無人機喺維港作一個大型而且現代化嘅升旗典禮。咁到時啲遊客國慶嘅日頭就喺北京升旗，唔想錯過我哋香港夜晚嘅升旗，搭轉飛機過嚟就得噶啦。我哋搞呢個升旗禮又唔同北京去爭一日之長短，又可以保有我哋香港嘅特色。咁唔知道各位觀眾，你哋覺得有冇得諗啦？喺節目完結之前，而家咧就由到我格仔咧嚟到去介紹一下12月21號至1月2號今次為期13天新潮文雲南養生之旅嘅行程嘅。首先我哋就會由香港出發，經深圳灣乘坐我哋嘅包車前往深圳嘅寶安機場嘅。喺坐2個多鐘頭飛機以後咧，就會抵達雲南嘅首府昆明噶啦。到埗以後咧，我哋就會即晚去到感受一下昆明市繁華嘅一面，為到我哋嘅旅程熱一熱身，去到當地著名嘅南屏步行街嗰度 shopping 完之後咧，晚上再食一個豐富嘅晚餐，然後為到旅程嘅開始作好準備嘅。去到第2天嘅時間，就會由昆明乘搭高鐵嚟到去到著名嘅麗江，當地有一個叫做虎跳峽嘅世界著名景區，佢係以極大嘅落差而聞名於全世界嘅。虎跳峽分上中下3段，之所以佢咁出名，就係因為峽谷中間呢就係長江嘅上游金沙江，而兩岸呢就係玉龍同埋哈巴2大雪山，所以當長江水衝到去呢2大座山嘅中間嘅時間呢，就會形成咗個急轉彎，加上江面最窄處只有20-30米，喺咁大嘅落差同埋咁窄嘅環境底下，就會造成到江水奔騰洶湧，喺虎跳峽兩岸安全地欣賞到呢個長江第一灣，以及係附近嘅景區景色，就係我哋第2天嘅行程啦。去到第3日，我哋就會去到玉龍雪山嘅景區。由於今次係一次養生之旅，所以咧我哋就並唔會爬到咁高嘅地方嘅。講到嚟呢個時間，參觀玉龍雪山景區嘅雲杉坪就啱晒我哋啦。佢個海拔唔算太高，但係依然可以喺雲杉坪裏面欣賞到整個玉龍雪山景區嘅景色，再加上喺附近擁有到玉龍雪山嘅雪水所融化到嘅藍月谷，池水清澈見底，而且帶有一股夢幻般嘅藍色，係非常之震撼眼球嘅。喺佢嘅附近亦都有東方棉花堡之稱嘅白水台，睇過白水台嘅朋友從此就唔需要遠赴歐洲土耳其嚟到欣賞類似嘅地貌，因為我哋中國嘅呢個白水台比起土耳其棉花堡係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咁靚嘅。之後呢，我哋亦都會去到金海寺，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影片嘅話，經常咧都會睇到個背景係熟口熟面嘅。呢一個我哋新潮文經常都用到嘅背景呢，就係呢個黑龍潭公園。今次咧我哋亦都會去到當地參觀嘅，俾得我哋成日攞嚟做背景。當然佢嘅景色係有翻咁上下靚，所以我哋先會採用啦。之後去到第3日麗江嘅晚上，我哋就會欣賞到呢個麗江千古情嘅大型歌舞表演嘅。有別於一般嘅大型歌舞表演，佢係將高科技手段融合喺現代以及係傳統一新嘅歌舞劇入面，透過咁樣嘅形式嚟到表達到麗江1000年嘅歷史同埋傳說，就啱晒啦。好多嘅觀眾反映到都係非常之精彩嘅。去到第4天，我哋繼續會留喺麗江，因為景點多到玩都玩唔晒嘅關係第4天嘅早上呢，我哋就會嚟到悠閒嘅麗江古城
嘅南部嚟到參觀歷代麗江木氏土司嘅府邸嘅。呢座府邸亦稱為木府，由於佢係古城裡面嘅地標，所以咧仲吸引咗好多電視同埋影視作品喺呢度取景，例如有電視劇《木府風雲》，以及係錢王嘅劇組咧嚟到前嚟拍攝嘅。之後咧，我哋就會轉移到古城嘅另一方，去到四方街嗰度啊，去到俾大家感受一下麗江古城嘅鬧市。呢度曾經係茶馬古道上面嘅交易中心，喺明清時期已經係雲南商貿嘅樞紐嚟㗎啦。嗱，講到嚟呢度咧，都係第4日嘅熱身行程嚟嘅啫，因為我哋將會去到比起繁華嘅麗江古城中心裏面更加恬靜嘅束河古鎮。有朋友就話到束河古鎮仿如咧，好似10年前都仲未有咁多人前往嘅麗江，係比較清幽，同埋可以更加接觸到古代嘅氣氛嘅。但係唔好以為咁樣就完結啦，因為我哋就將會去到另一個古鎮白沙古鎮。白沙古鎮咧就位於麗江城嘅北邊嘅。相比起上嚟，仲有更加多朋友就話到白沙古鎮咧係仿如20多年前嘅麗江一般啊，所保留到嘅古色古香風貌、空氣同埋環境咧係保留得更加原汁原味嘅。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去埋呢度啦。然後去到行程嘅第5日，我哋喺玩完3日麗江，住埋3日同一晚嘅酒店之後咧，就會轉移到去雲南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好似係大理啦。嚟到大理，當然就要去睇一睇背靠蒼山、面臨洱海，大理嘅地標象徵，亦都係擁有到1000年歷史，喺當地非常之雄偉嘅建築物之一嘅崇聖寺三塔文化旅遊區啦。喺呢度咧，我哋就會乘坐索道，亦即係纜車嚟到前往青碧溪、蒼山大峽谷，嚟到欣賞中國最大嘅象棋棋盤、俯仰洱海同埋崇聖寺三塔嘅整個環境非常之美不勝收。之後第6日，我哋亦都會繼續喺大理嘅，要深入認識大理，當然要去到大理嘅博物館啦。喺大理博物館，我哋就能夠睇到當年嘅大理國裡面嘅一段歷史，同埋欣賞到好多大理國嘅文物嘅。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雙廊古鎮嚟到影翻幾張靚相。古鎮裏面咧係充滿住歷史文藝以及清新嘅氣息，加上佢係背靠洱海，環境十分之美麗嘅。然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嘅張家花園嚟到欣賞呢個繼承咗白族民居特色、既細緻又精美嘅呢個建築物，仲可以欣賞到當地嘅民族節目，去到一邊品茶一邊睇表演嘅。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到大理古城，去到睇一睇呢一個位於蒼山腳下、風景秀麗、昔日古代南詔國以及係大理國嘅都城。喺古城裏面分佈咗14處市級或者以上嘅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亦都承繼住大理嘅文化、宗教以及係民族文化嘅。我哋當然唔可以唔去呢一度啦。跟住咧，我哋就嚟到行程嘅第7日，就會由住咗2日嘅大理出發到去我國3大地熱區之一嘅騰衝，嚟到去嘆世界嘅。唔講唔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嘅地熱溫泉嘅資源亦都係相當之豐富嘅。騰衝身為我哋中國3大地熱區之一，所擁有到位於該區嘅溫泉就有80多個，佢嘅廢泉係遍佈整個騰衝各地，有一泓熱海之稱嘅。其景觀同埋水溫亦都係全國罕見。由於騰衝佔到我哋中國已知嘅溫泉數量差唔多成1/4咁多，當然我哋係要集中火力嚟到去感受一下啦。一到達騰衝嘅時間我哋就嚟到參觀當地非常之出名嘅騰衝火山熱海景區。呢度咧係一個國家5A 最頂級嘅景區嚟噶。之後咧當然唔係齋睇啦，我哋仲要感受。我哋咧就會去到當地嘅一個最豪華嘅5星級溫泉——騰衝嘅和順柏巒溫泉嗰度浸溫泉。嗱，如果大家咧只係曾經去過類似日本等等嘅呢啲地方浸溫泉嘅話，咁就一定要試下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究竟係點樣噶啦。當中嘅質量絕對係值得我哋自豪同埋光榮嘅。屬於我哋中國人嘅溫泉絕對唔差得過日本嗰啲嘅。喺浸完溫泉、食完牛肉火鍋當晚一覺醒來，去到第8天，我哋就會出發到去參觀芒市嘅猛獾大金塔嗰度。嗱，由於呢笪地方咧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國與緬甸之間嘅邊界啦，所以當地嘅建築物咧亦都好有東南亞嘅色彩嘅。以猛獾大金塔咁去計，佢係屬於我哋中國其中一個少數民族傣族
所設計嘅皇宮建築風格嚟嘅。猛獾大金塔佢嘅外表金光閃閃，雄偉高大，係當地芒市嘅標誌性建築，亦都係當地傣族人民嘅聖地嚟嘅。而與之對比嘅有金，當然有銀啦。喺佢嘅隔離，亦都有猛獾銀塔，當中呢座銀塔係以純白為到基調嘅。有好多人就形容到啊，猛獾銀塔直頭睇起上嚟啊，好似假嘅一樣，影相咧係特別出眾嘅。兩座塔，一座金，一座銀。喺色彩上面咧，形成鮮明嘅對比。喺嚟到接近東南亞嘅地方，當然啊，亦都要去到當地嘅孟巴拿西珍奇園嗰度啊，嚟到見識一下全國少見嘅大量古樹木，以及係世界罕見嘅直化沐浴石嘅。佢喺呢個奇珍園裏面所展出到嘅就有4個大字：稀奇古怪。而去到堪稱嘅亞熱帶植物當中，呢度嘅古樹好多啊，都有超過過百年嘅歷史。而有500年歷史以上嘅古樹，亦都係多不勝數，絕對值得嚟呢度參觀嘅。之後咧，由於我哋咁近到中緬嘅邊境，我哋當然啊要去埋中緬嘅口岸，亦即係啊著名嘅中緬一條街。喺呢度咧，已經接近出到我哋中國嘅國家門口，用隻眼一睇就可以睇到啊對面嘅緬甸㗎啦。咁當然我哋唔會走過緬甸啦，然後咧亦都會去到著名嘅一寨兩國。呢個一寨兩國顧名思義就係位於中緬邊境之間嘅一座中緬邊陲小鎮。我哋咧就位於中國嘅嗰一側嚟到去參觀。喺呢度咧應該就係離緬甸最近嘅中國地方啦，嚟到感受一下當地傣族同埋景頗族嘅風土人情，亦都係非常之值得一去。尤其係啊嗰度所拍出嚟嘅相片咧非常之漂亮。之後咧我哋就會翻去騰衝嗰一度。因為咧，我哋喺騰衝咧係會連住3日嘅，所住到嘅當然都係騰衝著名嘅溫泉酒店啦。不過嘆還嘆，我哋去到第9日喺前一晚浸完溫泉，朝早食完早餐之後咧，就會嚟到田西抗戰紀念館嚟開始我哋第9日嘅行程嘅。由於雲南嘅西部係當年我哋中國抗日戰爭嘅重要組成部分，好著名嘅緬甸至雲南嘅補給線，亦都係非常之近我哋今次要去嘅呢個地方嘅。田西抗戰紀念館所展示到嘅咧，就包含到抗戰後方、禦敵前線以及係怒江對峙等等嘅部分嘅展品咧，就係以抗戰嘅實物為主，包括圖片、文字以及係影像嘅資料。去到今時今日，我哋絕對要毋忘歷史。睇完之後啊，亦都會令到我哋感到十分之震撼嘅。喺參觀完田西抗戰紀念館，當然就要去到佢隔離嘅國殤墓園嗰度，去到向墓園裡面所長眠住當年抗日嘅遠征軍嘅幾千個英靈。呢度係為咗紀念中國遠征軍第20集團軍所陣亡嘅將士而修建而成嘅，亦都係全國有名嘅抗日烈士陵園。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和順古鎮。和順古鎮係茶馬古道嘅重鎮，亦都係西南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嚟嘅。佢環山而建，我哋當然唔可以錯過啦。嗱，之後嘅嗰一個景點呢，就係專為到11月同埋12月出發嘅朋友，你哋好彩啦，因為個季節啱晒啊！所講到嘅呢個景點呢，就係每逢喺金秋時分，就會變到金光燦爛嘅世界一般嘅銀杏村。喺11、12月呢個時間，銀杏村佢就會變到喺我哋嘅視野範圍裏面，全部都係金黃色。呢種詩情畫意般嘅感覺呢，係絕對值得我哋感受嘅。其後我哋就會再去到騰衝當地另一個著名嘅5星級溫泉嚟到去浸溫泉嘅。嚟得騰衝當然係要享受晒去嗰啲最頂級最正嘅溫泉啦。我哋咧就會去到月莊溫泉，又或者係荷花溫泉嗰度，呢啲當地著名嘅5星級溫泉，去到感受屬於我哋中國大地帶俾到我哋嘅禮物嘅。然之後咧就去到第10天嘅旅程啦。喺連住3日騰衝嘅溫泉酒店之後啊，我哋既可以喺出面浸一啲5星級溫泉，又可以翻去酒店住嘅時間咧，浸到酒店入面嘅溫泉。咁嘆之後啊，都好唔捨得離開啦。但係第10日咧，我哋就會由騰衝呢一個溫泉之鄉咧，就會去到寶山市嗰邊嚟到再搭列車前往呢個昆明嘅，翻去昆明啦。從前嚟講，我哋絕對唔可以選擇呢條路線噶，
因為要由騰衝去寶山，再翻返去昆明呢，最近呢都只有唯有去大理嗰度搭列車翻返去昆明嘅啫。但現在已經唔同晒啦，由於中國同緬甸嘅大通道建設獲得重大嘅進展，因此寶山至到昆明段嘅高鐵呢，就喺前一年正式就嚟到建造完成嘅。呢一段亦都係中緬鐵路裡面嘅其中一段，大理至寶山段嘅。我哋而家呢，就新鮮滾熱辣，喺中緬鐵路呢一段其中一段落成嘅時間呢，我哋就有機會感受到位於鄰國同我哋中國接壤嘅高鐵列車服務究竟係點樣嘅咯。亦即係話到呢，我哋係可以喺翻去昆明嘅呢段路裡面感受一下中緬鐵路嘅其中一段嘅。而翻到去昆明嘅時間呢，我哋亦都會去到昆明老街。昆明老街嘅建築群入面比較古老嘅都有成900年嘅歷史啦。喺呢啲建築裏面都承載住昆明呢座城市大量嘅記憶同埋故事。作為雲南嘅首府昆明，我哋當然唔可以只當佢係一個中途站或者一個轉駁站。有別於一啲傳統嘅玩法，我哋當然係要深度了解到昆明美麗同埋歷史嘅一面啦。而去到第11日，如果我哋要深入認識同埋了解到雲南呢個咁特別嘅地方，當然我哋首選嘅就會去到雲南嘅博物館。雲南博物館作為一個省級博物館，佢裡面嘅藏館展品既有規模級數，又有當地雲南嘅特色，係其他博物館所睇唔到嘅。如果要了解晒整個雲南嘅歷史同埋珍藏，嚟到雲南博物館就啱晒啦。再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中國近代史上其中一所著名嘅軍事院校陸軍講武堂嗰度參觀嘅。陸軍講武堂原本就係清朝為咗編練新式陸軍、加強邊防而設嘅一所軍事學校嚟嘅。後到尾就同位於天津嘅講武堂、奉天嘅講武堂並稱為中國3大嘅講武堂。之後呢，我哋就會去到昆明市內著名嘅翠湖公園。嗱，由於我哋出發嘅日期係11月以及係12月呢個時間嘅，所以咧我哋就好彩啦。除咗頭先講到睇到銀杏村裏面金光閃閃之外，另一個當造嘅時間就係因為喺昆明市內有大量嚟自於西伯利亞嘅海鳥咧，為咗避過呢個嚴寒，就會嚟到春城呢一度嚟到去避寒嘅。因此，當我哋去到有春城之稱嘅昆明呢啲咁靚嘅公園嘅時間啊，都會有大量嘅海鳥聚集嘅情形俾我哋去到睇到嘅。當你隨手準備一啲麵包碎啊、乾糧啊，隨手向天空一揮嘅時間啊，就會可以惹嚟海鳥嘅啄食嘅。大家咧亦都不妨去到雲南嘅呢啲公園啊，去到餵下海鳥都仲得㗎。加上當地呢啲公園嘅風景十分之漂亮，絕對咧可以影得出一張你心目中想要嘅靚相嘅。之後嚟到行程嘅第12日，既然親近得動物嘅話，倒不如就去埋著名嘅昆明動物園嗰度參觀仲好啦。昆明動物園出晒名，係一個體驗相當之好嘅動物園嚟嘅，全國都聞名嘅。喺裡面呢就有雲南嘅野生亞洲象，當然亦都唔少得作為鎮館之寶嘅大熊貓啦。喺園內面各式其式嘅動物都可以去到近距離進行互動，甚至乎係觸摸嘅。然後我哋亦都會去到另一個昆明市內著名嘅公園海壩公園嘅。再之後咧就會感受一下昆明當地嘅一個5星級溫泉益豪城堡溫泉，嚟到放鬆一下，感受下啲豪氣嘅。嗱，因為去到之後嘅第13日，我哋咧就準備翻香港啦。不過喺臨翻去之前，第13日嘅行程亦都安排到大家去到參觀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斗南國際花卉市場。呢一個令你瞬間置身於一片花海，有紅色、黃色、白色、藍色、紫色各種顏色，包含到玫瑰、向日葵、康乃馨、菊花等等多種唔同嘅花於一身嘅花卉市場，係全亞洲最大嘅花卉交易市場。我驚大家去完之後唔捨得走添啊！不過都冇辦法啦。第13日就係我哋最後一日嘅行程，我哋咧就會由昆明搭飛機前往深圳，然後再乘坐我哋嘅包車經深圳灣翻香港嘅。咁樣咧就嚟到結束到我哋13天嘅行程啦。喺呢度需要注明嘅就係呢個團咧係特別適合年紀比較大嘅朋友
去到玩嘅，而且我哋喺行程裏面所坐到嘅旅遊巴都係我哋俗稱嘅飛機椅旅遊巴。喺我調教到整個行程嘅時間呢，亦都係就住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朋友去到度身訂造嘅，所以大家會見到留喺同一笪地方嘅日子會比較耐啲、嘆啲、腳步放得慢啲、輕鬆啲嘅。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聯絡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再講一次，係 WhatsApp +85268287447揾潘小姐報名同埋查詢行程。一旦決定咗，手腳要快啦，因為我哋新潮文嘅新潮之旅咧，從來報名速度同埋滿額嘅速度咧都係好快嘅。喺呢度咧要講聲唔好意思先，希望大家會中意我格仔親自設計嘅呢個行程。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直播時間咧就嚟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咁好啦，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臨結束之前提提大家，記得做齊新潮文三寶，仲有嘅就係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文頻道、新潮文2.0頻道同埋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